下一刻，萧炎他们乘坐的鬼府方舟的舟神散发出一道紫色的幽光，幽光如同一道撕裂夜空的闪电，将周围漆黑的混沌一分为二。萧炎他们目力所及之处，只剩下了光与暗的交错。感受着速度带来的风驰电掣，他们的心跳加速，一股强烈的好奇在胸腔中激荡。不知过了多久，一道幽光如同引入的精灵，穿透了重重迷雾。萧炎、林动、沐尘、吴雪像是来到了一个新的未知世界一般，他们都瞪大了眼睛，眼前景象渐渐清晰，那是一片宛如混沌初开的世界，虚无之中蕴藏着无尽能量物质。鬼府方舟在这样的环境中宛如游鱼般自如，而对于萧炎、林动、沐尘、吴雪他们四人闻言，仿佛是初次窥视天机的凡人一般，心中既震撼又敬畏无比。随着紫色的幽光消散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深沉幽暗的空间，四周弥漫着阴冷的气息。萧炎能感觉到这里的一切都与生者的世界格格不入，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着鬼府方舟，仿佛随时都会被这里的无形暗流所吞没。他们的视线被这一片混沌所吞没，感官仿佛失去了作用，时间在这里变得模糊不清。在这混沌中的四周出现了一丝丝幽光，那幽光如同星辰在黑暗中闪烁，虽然不是非常的耀眼明显，但也能勾引，带来一丝指引。随着这里的幽光逐渐增强，萧炎他们隐约看到鬼府方舟内部装饰的奇异图案，这些图案似乎蕴含着某种古老的神秘力量，情绪随之波动。萧炎、林动、沐尘他们的心中涌现出一丝无比好奇之心，打量着这里的一切。那三名鬼府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在明九王的带领下，他们继续前行。突然，一股无形的波动打破了四周的寂静，萧炎能够感觉到鬼府方舟正在穿越某种界限，一股强烈的压迫感让他不禁屏住了呼吸。就在这时，萧炎他们的视线逐渐清晰起来，在离着他们不远处区域，有着一个模糊的巨大幽影在前方若隐若现。虽然远看是一道巨大的幽影，可近距离去看的话，就会发现那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幽影，而是三名鬼府的入口。鬼府方舟穿越了幽暗的空间，终于抵达了三名鬼府的入口。突然，方舟上的紫光再次爆发，将他们周身的混沌震散。最后，鬼府方舟驶进了那入口，当方舟一颤而入，所有人的感官瞬间被强烈的异样感所充斥。这里不同于他们所熟知的九大界，没有坚实的陆地，只有一片混沌虚无的世界，空间宁静深邃，幽暗中闪烁着星辰的淡淡幽光，仿佛是另一个维度的呼吸。萧炎等人只见四周的空间不断的扭曲，根本看不清是什么，这些扭曲的空间带给他们无尽的疲惫。他们缓缓地闭上眼睛，萧炎、林动、沐尘、吴雪四人只感到自己的意识在缥缈与现实之间摇摆。忽然，一丝丝幽光如同迷失的游魂开始在他们的周围浮现，这些幽光时而聚散不定，时而相互交织，形成一幅幅扭曲的画面。他们能感受到这些幽光中蕴含的古老而强大的气息，他们仿佛在诉说着三名鬼府的无尽秘辛。随着幽光越来越亮，萧炎感觉到方舟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周围的混沌开始变得可触可感，宛如穿梭在时光的隧道中。明九王站在鬼府方舟的最前方，他无需操控方舟就能够让方舟自己自动化，与之说是自动化，但不如说是这艘鬼府方舟有着自己的意识。鬼府方舟正引导着他们穿越了无尽的虚空，向着那神秘而又令人畏惧的三名鬼府进发。不知又过了多久，萧炎他们缓缓地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另一片虚无空间，这里宁静而深邃，星辰点缀其间，散发出淡淡的光辉。鬼府方舟缓缓停留在一片没有陆地的虚无中，萧炎、林动、沐尘等人凝望着这片神秘的世界，他们的目光被无边的虚无所吸引，心中充满了敬畏与好奇。他们感受到了一种超脱现实的浩瀚，仿佛整个大宙都在他们眼前展开，无边无际，让人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震撼。虽然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幽暗，但星辰的光芒却在这片虚无中显得格外珍贵，他们能够为迷茫的魂魄灵魂指引着方向。鬼府方舟上的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片星辰虚无所带来的震撼之中，他们的情绪在这一刻变得异常复杂。没想到大宙中还有这么一个地方，神冥界果然不是常人能够想象到的世界。最终，鬼府方舟安静地停泊在这片星光照耀的虚无之中，仿佛一颗渺小的尘埃落入了无边的虚无空间中。下一刻，他们感到了无比的震撼。萧炎、林动、沐尘、吴雪四人缓缓地迈着步伐站在了鬼府方舟的边缘处，眼前景象令他们的心脏猛地跳动，仿佛要冲破胸膛。在这虚无的空间中，一座漆黑如墨的宫殿巍峨耸立，它的庞大无法用言语形容，宛如一个黑色的梦魇，令人不寒而栗。宫殿的墙壁上，幽光如同凝固的夜色，一束束诡异的光芒散发出淡淡的幽蓝光，每一缕幽蓝光都代表着100个魂魄的哀怨与凄凉。这些魂魄是经历过审判之后被遗留在这里的王者，他们在幽暗的墙壁上静静游荡，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又似乎是看着什么，又似行局在黑暗中低语，却又似乎永远无法传达出自己的故事。萧炎他们能感受到那幽蓝光背后蕴含的沉重，仿佛每一缕幽蓝光都承载着一个古老而悲怆的故事。他们在墙壁上跳跃，如同夜空中最古老的星辰。萧炎他们凝视着这座漆黑大道无不可描述的宫殿，因为根本看不到宫殿的边缘，心中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和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萧炎他们的心跳加速，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在颤抖，
仅仅看着这座巍峨无法描述的漆黑宫殿后，仿佛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在笼罩着他们，使得他们的神魂都出现了异动。灵动牧尘无血，他们也同样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既有恐惧也有期待，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眼前大到无边无际的宫殿应该就是神明三王所在的府邸，也就是三名鬼府明九王前辈。难道这就是三名鬼府了吗？而且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我体内的神魂就开始躁动不安，想要强行的冲出体内，这是怎么一回事？萧炎强力的压制住体内的躁动神魂，对着明九王不解的问道。明九王听闻一笑道：你们体内神魂躁动，恐怕被这里的神明法则影响。要知道，在神明界之中不应该存在活人，一旦有活人入侵，那么这里的神明法则所笼罩，会想要将你们活人的神魂抽出，进行审判与制裁。那么我们现在就被这里的法则影响，如果在这个持续下去，恐怕我们的神魂将会被神明法则吞噬啊！灵动的神色微微一变，然后询问道：没错，还好你们是大道神魂，至少有着大道之法，可以在短暂时间内维持抵抗。如果换作是天位神魂的话，那么不出10秒钟就会被这里的神明法则所吞噬。这就是为什么到如今为止很少神器强者会来神明界的原因之一。明九王喃喃解释道：天位神魂啊！牧尘说话间，他的目光看向了吴雪，因为吴雪乃是天位神的修为，那么他岂不是非常的危险？但大家转头看向吴雪的时候，确实让他们都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目光望去时，吴雪并没有出现什么异样之处，仿佛是没什么事情一般。他的神魂安然无恙。吴雪，你的神魂没有感到一丝躁动的异常吗？萧炎小心翼翼地询问道。后者听闻则是摇摇头。吴雪有些不解地看着大家，轻声道：没有啊，我的神魂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之处啊，你们怎么了？得到这样的一个回答，萧炎、灵动、牧尘三人的表情有了震惊又不解的变化，同时间他们都看向了明九王，看到萧炎他们的目光朝着自己袭来，明九王的眉头也微微的皱起，显然即便是他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吴雪姑娘的神魂应该想必有些特殊，导致避开了这里的法则笼罩。明九王的目光凝视着吴雪，他的那双紫色的眸子中有着一股无形的生死之道正在凝聚，仿佛要看穿吴雪体内的未知秘密。然而透过生死之道的道法力量，竟是依旧无法知晓吴雪体内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明九王无奈地叹息了一声，他摇摇头，并无法看出吴雪体内的那一团迷雾中的秘密。明九王前辈，你说我不简单？吴雪其实已经忘记了自己拥有天之路的力量，他的柳眉一蹙，一脸疑惑之色浮现。看来你也并不知道你体内隐有着一道隐藏在深处的秘密吧？据我推断，你的身份也并非普通，甚至已经超脱出了我们这些神灵所能够触及到的存在。明九王虽然那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但能够避开神明界的法则，那就说明此人的神魂怕是极其的特殊。在他的心中更是有着一个大胆的猜想，那就是吴雪体内的或许不是神魂，而是神魂之外的另一种魂体。至于究竟是哪一个魂体，明九王自己也不清楚。不过想要解开吴雪体内的秘密，目前恐怕只能请通天司神了。好了，你们先服下这3枚名单。说着，明九王便是隔空打了一个响指，然后凭空出现了3枚散发出幽光的圆形丹药。这就是名单吗？萧炎、灵动、牧尘三人目光奇异地看着眼前的丹药，虽然还没有服用，可是在这近距离的感应之下，他们便是感受到这名单中所蕴含着一股非常特别的气息波动，并且身为9品药神的萧炎自然更加敏锐地察觉出此名单与神丹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名单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并没有所谓的丹香之气，更多的是一些无色无味的气息波动，而且这些气息波动如果冲击体内时，神魂也将会有着一定程度的升华。要知道，神魂达到了大道之后，想要再提升神魂的力量与境界将会非常的困难，即便是神之8品甚至神之9品的一些神丹都难以有这明显的功效。但是明九王拿出来的这几枚名单竟是有着如此的明显功效，那就说明这名单恐怕并不会比神丹差。明九王前辈，这名单是什么？我感觉与神丹有所不同。萧炎带着心中的疑惑问道。名单与你炼制的神丹的确不同，因为这名单只要针对神明界的万魂魂魄，而且从在神魂角度看，名单要比你们的神丹更加的有效果。换一句话说，你们的神丹是综合丹药，而名单乃是专业针对灵魂、神魂以及魂魄的丹药，而名单也是由我们神明界中独有的名丹师所炼制，而且除了名丹师炼制名单之外，没有任何炼丹师可以炼制此种丹药。
即便是你这位九品药神也不行。炼制名丹的材料都在神冥界之中，出了神冥界，那么就无法炼制此名丹。我刚刚给你们的这几枚名丹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让你们的大道神魂暂时不受这处法则的影响，所以你们快点服下，我带你们进入鬼府去见神明三王之首的神荼。明九王一口气解释了名丹的由来源来，在神冥界之中还有名丹师这等职业的存在。看来这神冥界果真与九大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各种路数玄机。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也不再多问，直接服下了这枚名丹。随着名丹融入体内后，名丹的力量像一股涌动的泉源，瞬间渗透至每一处经脉。四肢百骸萧炎他们的身体似乎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变得轻盈起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在心底蔓延开来。紧接着幽光如细丝般缠绕在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神魂之上，他们缓缓旋转融合，仿佛是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在神魂深处绽放着力量，无声无息地游走于他们的经脉之间。所到之处似有幽光一闪而过，那是名丹的力量在神魂上留下的痕迹。他们轻抚过每一处神魂的角落，唤醒沉睡的灵石，修复细微的损伤。萧炎他们的神魂仿佛被一层薄薄的光晕包裹，那是力量精进的象征，虽不张扬，却异常坚韧。名丹的力量渐渐与他们的神魂融为一体，那股力量在瞬间提升，仿佛一刹那间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神魂有着明显的提升。虽然这提升并不多，可是能够在一瞬间提升神魂的力量，这就已经不是所谓的神丹可以比拟的很快。刚刚的法则束缚压迫感也逐渐的消散，名丹的效用已发挥至极致，他们的神魂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卸下了沉重的负担，神魂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闭上眼睛，细细品味着这一刻的变化，脸上不禁浮现出舒适的微笑。这名丹的特别之处，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力量上的飞跃，更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领悟。既然解决了你们的问题，那么你们就随我进入三明鬼府吧。明九王那沉着而有力的手势对着眼前的虚无空间一抓，而那看似随意的一抓，却像是打开了进入三明鬼府中的大门，空间如同水波般扭曲，凝聚成一个深邃的空洞。萧炎与林动、沐尘、吴雪他们相视一笑，默契地步入那扭曲的空洞之中。进入这空洞中后，里面有着无数颗散发出幽光的星点，仿佛是引领着他们穿越混沌之躯，抵达三明鬼府之中。转瞬间，周围景象变幻，他们已置身于三明鬼府中。鬼府之内建筑林立，每一座宫殿，每一道长廊都透着离奇与诡谲，其中矗立着诸多兽形雕像，这些雕像栩栩如生，镶嵌在高耸的眼角或盘踞于幽深的庭院，他们的眼眸仿佛蕴含着灵魂的光芒，对来客头以沉默的注视，他们的眼神中似乎蕴含着千年智慧，又似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萧炎他们能清晰感受到他们体内蕴藏的生命波动，那是一种超越了常理的活力，让他感到十分的惊奇，随时会跃然而出，化为实质一般。雕像们的轮廓在扭曲的光线中若隐若现，如同每一个雕工精细的兽像都曾是某段传说的主角。他们的气息与鬼府的每一砖一瓦共鸣，仿佛在诉说着天古纪元的秘辛。一阵幽风穿行于兽雕之间，发出低沉的回音，像是古老的祭祀之歌，在吟唱。萧炎、林动、沐尘、吴雪他们的脚步在这空灵的旋律中轻轻响起，每一步都像是踏在历史的长河之上，每一块石板都承载着沉重的过往。他的目光在这些雕像上一一掠过，仿佛能看见他们昔日的辉煌与荣耀，也能感受到他们如今的寂寞与哀愁，走过一段曲折的长廊。萧炎他们的脚步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回响，当萧炎他们抬头望去，高大的殿堂近在眼前，阴森而又庄严。然而在殿前的广场上，一座更为巨大的兽形雕像，并且拥有3个不同的兽头，似是镇守着整个三明鬼府，其形态既似龙蛇盘踞，又仿佛凤凰涅槃。雕塑之中隐约有着波动，仿佛随时会破石而飞。看到萧炎他们对三明鬼府的震撼感之后，明九王走在他们的前方，开始讲解起了鬼府的广阔。这三明鬼府的面积可是比神明36域以及鬼魂森林和天幕还要大很多很多，而且这里面总拥有着36层天幽以及36层的幽，每一层天幽或地幽堪比神明36域那般大小。这还只是针对每一层的地幽大小，如果是天幽的话，那么面积又会大上双倍。听着明九王对三明鬼府的讲解，萧炎、林动、沐尘以及吴雪的内心早已经是波澜起伏，震撼连连了。一座望不到天际的三明鬼府居然如此的广阔无边，甚至每一层的天幽与地幽的大小都已经远超整个神明36域了，而且这里还足足加起来有着72层。难道他们看不到三明鬼府的边缘？甚至这也是他们首次见到世间竟然有这样的一个鬼府宫殿存在。与其说这是一座望不到边际的宫殿，倒不如说这是一方无尽的幽冥的世界。一座鬼府竟是一方广阔无尽的幽冥世界，这直接刷新了萧炎他们对以往世界的认知，更是对全新未知世界的认知。在这里的每一层的幽中，都是有着我们神明界的一位地冥战地掌管，以及掌管每一层天幽的天冥战神，他们的实力非常之强大。
特别是天明战神们，这也是我们神冥界的核心底蕴之一。地冥战地、天明战神，光听着他们的名字，都已经觉得他们的实力极其的恐怖。但是从明九王口中亲自说出来，那么萧炎他们更加验证了神冥界的底蕴真的是强大到连他们根本都无法想象的地步。是不是很吃惊？但这还并不是我们神冥界的真正最强核心底蕴，真正的核心底蕴乃是风都中的那些天鬼仙神。风鬼仙神，萧炎、灵动木尘他们听到这陌生的名字时，竟是有一种无形的压迫在他们的心头升腾而起。为什么？明明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为何一听到这个名字，我的体内血液以及神魂都开始沸腾起来？灵动木尘二人低头感受着自己体内的这一种变化，感到十分的匪夷所思。我也是，我的血液以及神魂也同样感受到了一股绝对的震撼感。萧炎骇然出声：你们之所以听到这个对于你们是陌生的名字时，为何血液以及神魂会沸腾？其原因就是风鬼仙神在整个神冥界内都设立了他们的规则之法，所以每一处都会透露出来自风鬼仙神的剧烈感觉。当然，这规则之法不会伤害你们，只会让你们感到对风鬼仙神的恭敬与震撼。明九王倒是不慌不急地为萧炎他们解释起了其中的原因，而且就连明九王说起风鬼仙神的时候，他的语气都带着一丝的敬畏。难道说这些风鬼仙神的地位以及实力还要在明九王这神明三王之上？